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上有佛眼纹的人生活富裕，女的能旺夫。有一种纹路是代表着聪明智慧高的，这个纹路就是佛眼纹。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节纹呈几个眼状纹。佛眼纹位置位于大拇指第二节手掌虎口处的横指节纹呈几个眼状纹，便是佛眼纹。佛眼纹解析。佛眼纹又叫孔子眼，这是一种很吉祥的手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若是拥有这种手纹，都象征着衣食无忧。女人拥有佛眼纹还代表着旺夫。佛眼的好处。拥有佛眼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感知能力特别的强，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得到很多的好运。佛眼的纹路与佛眼纹、佛眼线、佛心纹和念力相互呼应，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趋吉避凶，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拥有佛眼的人不仅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在记忆力方面也相当的出色，就如同拥有着超能力一般。俗语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三纹指什么？老祖宗的识人术。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们通常都会以博大精深来形容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理、老庄之思想、诸子之经典、儒释道的文化内涵，以及浩瀚如烟的博大精深的经史典籍等等。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也并不仅限于这些浩瀚如烟海的经史典籍，而是老祖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老祖宗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逻辑。而这些东西除了在典籍中有记载之外，还可以通过民间的风俗传统来表现。就比如说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这句俗语，其实就是老祖宗对世界认知的体现。俗语是传统文化中最贴近民间生活的一种，老祖宗将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将老祖宗的文化智慧，甚至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也都与俗语融合，总结成一句句脍炙人口的俗语，流传于后世。这些俗语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很多俗语便是源自于老祖宗所总结出来的识人术。而这句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便是老祖宗对识人术的总结。那么这句俗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句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的俗语中所提到的三纹。所谓三纹，指的便是掌心中的圆形纹、米字纹和井字纹。老祖宗认为，手中如果有这三种纹，就预示着会有横财和偏财入门。当然，这样的说法其实并不为当下的人们所认可，人们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具备合理性，甚至还有点迷信。但是就是这样完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手纹和财运，却被老祖宗所接纳，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很好解释。这句掌心有三纹，横财跳进门俗语出现的原因，其实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原因。其一，便是老祖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民间常说人有五福：福、禄、寿、喜、财。而财作为民间人们生活的基础保障，更是老祖宗们乃至当代人最渴望的一种朴素的愿望。所以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便是表达出了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渴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所以民间才会有这样的俗语流传。其二，贫贱富贵在当今的人们看来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得到的，但是在古代那种社会环境下却并不完全是如此，所以人们才会渴望寻找到一种方式，可以探寻到所谓的命运。于是民间便出现了从手中的纹路，从一个人的长相，甚至从一个人的身材、行为、出生时辰等等，来判断一个的寿夭祸福、贫富贵贱等。
等。而这句俗语便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会诞生的。民间其实除了掌心有三文、横财跳进门这样的俗语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俗语，比如说男看鼻子女看嘴、一生富贵少是非、眉上一根长，能抵万担粮等等。这些俗语都是老祖宗的经验总结，虽然不见得完全正确，但却是老祖宗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生活观。而且这样的识人术经验往往也是融合了很多文化内容，才被老祖宗所总结归纳出来的。第三，俗语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是啥意思？两元指的哪二元？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着5000年文明的历史古国，在我们这条奔腾不休的文明长河中，诞生了很多灿烂而辉煌的文化。古代的识人术便是这灿烂辉煌的文化之一。它与诗词歌赋一样，同样是拥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而且很多识人术都以俗语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民间的民俗文化相融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俗语。这些俗语往往脍炙人口，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老祖宗留给我们后辈子孙的宝贵遗产。其中就有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说法。那么这两元指的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句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俗语，说的其实是，如果手中的纹路像两种圆，那么便预示着这个人不仅可以有不错的仕途，甚至还会有不错的财路。像这样的俗语，民间其实有很多，大多数都是老祖宗依据自己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俗语，往往没有什么实例可以印证。古代的人们在遇到了问题，期望了解未来的时候，就会通过类似于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方式来进行一些预测。直到今天，用这样的方式去预测未来、了解前景的行为还依旧存在。这样的方式说到底其实是老祖宗对日常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担忧和对未知的恐惧。那么这句俗语中的两元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指的是像月晕一样的圆形，老祖宗认为这样的形状预示着权力和仕途，所以人们也会将这样的圆形称之为是宝运。而另一个圆则是指像铜钱一样，人们认为这样的情况预示着家中是比较富有的，不仅家中钱财满院，而且家中的粮食更是会堆满仓库。毕竟铜钱在老祖宗的眼中就是财富的代表。老祖宗又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类就是因为解放了双手，才能够创造出如今灿烂而辉煌的文明。同时，手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肢体，也是人们最常用的肢体，所以一个人的生活、职业等等，都能够在手上留下痕迹。民间有着男人手如棉，女子手如柴的说法，意思就是说，男人要是双手手绵柔软，女子要是手掌如柴干硬，都是预示着有一个不错的生活环境。这是因为手软预示着不做苦力，在古代要想也只有那些官老爷、秀才、地主家的男丁才会不干活，也能活得很好。而女子手柴，则说明是个勤劳持家的好女子。正是因此，老祖宗才会将手上的一些特质与人的富贵未来相结合。像这样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俗语，虽然不见得正确，但它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态，让人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更自信主动地去迎接挑战，甚至还能够起到一定的道德约束作用。民间的很多文化传承至今，始终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一定是契合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需求，才能够绵延千百年而不休。我们在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需要辩证地看待。第四，一景二景，钱财万顷是啥意思？手中有景字，真的好吗？所谓一景二景，钱财万顷，
其实说的就是如果手中有井字纹，那么有这样情况的人必然是钱财万顷，而且不仅是家中富贵有余，还会有不错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财贵双全。老祖宗的俗语往往有着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特点，这句一井二井，钱财万顷的俗语也不例外。一井二井指的就是掌中的线条。民间的老祖宗认为，我们不仅能够从一个人的外貌识人，甚至能够从一个人的手掌也能够识人。民间经常说贵人十指软绵绵，就是说富贵人家出生的人十指定然是软绵的、光滑的。这些都是老祖宗总结的识人智慧，虽然片面，但依旧有着一定的道理。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